你有没有想过，人类花了500年才把自己在宇宙里的存在感从绝对中心一路贬成了银河系里的透明路人？不是我们真的变小了，而是宇宙的尺度比所有天文学家敢想的还要疯狂。1995年的一个离经叛道的决定，彻底撕碎了我们对空无一物的定义。谁能想到，盯着一片啥也没有的黑暗天空，会是天文学史上最赚的一次投资。16世纪哥白尼亲手推翻地心说的铁王座，告诉我们地球不过是绕太阳公转的一颗普通行星。后来我们又发现，太阳只是银河系上1000亿恒星里的不起眼一员。1924年，埃德温·哈勃更狠，直接证实仙女座星系位于银河系之外，把我们的宇宙家园又狠狠压缩了一圈。每一次认知升级，都在刷新我们对渺小的理解。而1995年的那个冒险决定，将以完全意想不到的规模重新改写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这张震撼世界的宇宙最深照片，来自哈勃太空望远镜锁定同一片黑暗区域10天的拍摄。但你知道吗？哈勃刚出生时就带着致命缺陷。1990年发射后，人们发现它的镜片有个 2.2 微米的偏差，比一根头发丝还细1/40，却让所有光线都无法聚焦。第一批照片全是模糊的马赛克。为了救回这个耗资几十亿的废柴， NASA 在1993年花了6亿美元，派宇航员上天给哈勃做了眼科手术。修复后的哈勃成了香饽饽，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抢着用它观测已知的星系、星云。毕竟哈勃的时间太金贵了，拍一颗恒星都要花几天时间，对准已知目标才是最安全的科学选择。而且当时的哈勃刚经历镜片丑闻， NASA 和团队顶着政治、科学双重压力，每一次观测都必须出成果，绝不能再出错。但哈勃主管罗伯特·威廉姆斯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选了大熊座旁边一片连地球最强望远镜都看不到任何东西的黑暗区域。那片区域小到什么程度？就像你把针尖举到天空，哈勃要盯的就是针尖覆盖的那点地方。有人骂他疯了，说这是浪费宝贵的观测时间，但罗伯特用自己的特殊观测权硬推了这个决定。1995年12月18日，哈勃对准了这片虚无。接下来10天里，他用342次曝光，拼命捕捉每一丝从黑暗里渗出来的光子。10天之后，所有人都被打脸了。这片看似空无一物的针尖区域，居然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光点，其中只有几颗是银河系内的恒星，剩下的每一个光点都是距离我们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光年的独立星系。整张照片里足足有3000个星系，每个星系都装着数十亿颗恒星，说不定还有数不清的类地行星。3000个宇宙岛屿就这样在一张照片里团聚了。这就是载入史册的哈勃深长。更惊人的是，这片区域只占整个天空的2400万分之一。如果按这个密度算，可观测宇宙里至少有7000亿个星系。而且这张照片还是一台时光机器，光速每秒30万公里，但在宇宙尺度上慢得像蜗牛。遥远星系的光要走几十亿年才能到地球，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它们几十亿年前的样子。哈勃深长里有些星系的光是120亿年前出发的，那时候宇宙才刚诞生18亿年，太阳都还没出生呢。那些发红的星系不是天生红色，而是宇宙膨胀把它们的光拉长了，这就是天文学家说的红移。通过这些照片，我们能直接看宇宙的婴儿时期，研究星系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如果你是当时反对这个决定的天文学家，看到结果后会是什么反应？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哈勃深长的成功让天文学家们疯了似的想要复制奇迹。1998年，哈勃转向南半球一片同样空无一物的区域，拍出了哈勃深长南，结果和北半球一模一样，证明宇宙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星系。这不仅打了所有质疑者的脸，还让 NASA 下定决心继续升级哈勃。1993年后又执行了4次维修任务，其中2002年的 STS-109 任务给哈勃装了当时最牛的高级巡天相机，视野是原来的2倍，敏感度还更高，能看到更暗
更远的星系。2004年，哈勃对准天炉座的黑暗区域，用800次曝光，11天时间拍出了哈勃超深场。这一次照片里有1000000个星系，其中一些星系的光来自大爆炸后近8亿年的宇宙婴儿期。这片区域小到要拍1200万张才能覆盖整个天空。2012年，天文学家又把23天的曝光时间和之前的数据结合，拍出了哈勃极端深场。这片区域比月亮的1/10还小，只占天空的3000万分之一。虽然只有5500个星系，但其中最暗的星系亮度只有人类肉眼可见的10亿分之一，能看到132亿年前的宇宙景象。哈勃的深场系列就像一步步把宇宙的童年照拍得越来越清晰，直到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出现，直接把相机升级成了 4K 超清摄像机。2021年12月发射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刚一上岗就给了我们巨大惊喜。2022年7月，他发回的首批照片里， SMACS 0723星系团的照片直接刷新了宇宙最深红外图像的记录。和哈勃不同，韦伯专门盯着红外波段，能看穿宇宙膨胀带来的红移，看到更遥远的星系。更牛的是，他还用上了引力透镜这个宇宙级外挂。SMACS 星系团的质量大到扭曲了时空，就像一张巨大的放大镜，把背后遥远星系的光弯曲放大。那些看起来被拉伸扭曲的星系，其实是我们原本根本看不到的宇宙婴儿。哈勃要花几周才能拍到的深空照片，韦伯只用了12.5小时就搞定了。这不仅证明了韦伯的超强实力，还让我们看到了宇宙大爆炸后近7亿年的细节。那时候宇宙才刚学会形成星系。其实人类的深空探测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哈勃、斯皮策、钱德拉等望远镜联手，加上地球最强观测站，开展了起源深空巡天项目，用不同波段的光线拼凑宇宙的完整画像，拍到了成千上万的星系。但即使这么多望远镜联手，也只能看到可观测宇宙中10%的星系，剩下90%的星系太远太暗，我们现在还看不到。韦伯发射后，天文学家又启动了年轻和古老的深部星系外巡天项目，专门寻找宇宙的第一缕光，研究星系的诞生。最近年轻和古老的深部星系外巡天项目还发现了一个135亿年前的星系，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星系形成时间早得多，直接改写了宇宙早期模型。从1995年罗伯特的疯狂决定到今天韦伯的超强探测，人类用一张张深空照片把宇宙空无一物的认知彻底推翻，还拼凑出了宇宙从婴儿到成年的成长史。这些照片不只是漂亮的星空图，它们是我们探索宇宙起源的钥匙，更是证明人类渺小却又无比勇敢的勋章。如果你也想跟着我解锁更多宇宙的秘密，别忘了点赞、收藏、关注我。下次视频，我们一起钻进宇宙的另一个神秘角落，探索那些藏在黑暗里的惊喜。